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烦恼是成佛的种子啊。在一般人心中啊，烦恼被认为是造成苦恼跟不快乐的根源呐。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烦恼啊，跟理解烦恼啊，并借力使力啊，那就可以把烦恼转化成为智慧啊，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平静跟觉醒啊。那这样就是把烦恼呢大用特用啊，把烦恼当作是助道的力量啊。因此，烦恼不但被视为是成佛的种子啊，甚至是绝佳的修行资粮啊。那在一般人眼中啊，都认为烦恼是站在喜悦的对立面哦。那大部分的人也因为有烦恼而不开心呢，也因此呢，大家都会苦思对策啊，想要化解心中的忧悲苦恼，希望能够解脱烦恼，甚至学佛的人还要想解脱生死嘛。然而，如果不了解烦恼的本质啊，或不了解苦恼的苦源呐，而病急乱投医啊，造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就无法对症下药了。这样就是错用方法。因此呢，有一句近似语是这样说：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碰到烦恼是方法不对。那这句话呢，是证严上人的智慧结晶呐。那会这样讲呢，必定有他的道理啊。能力不足就无法克服困难嘛。那方法不对呢，就会产生烦恼。能力不足呢，就要提升能力嘛。方法不对呢，就要巧妙用法，而不是呆板用法了。那这个要透过不断的学习才会见效啊。无明就是烦恼的别称呐。那我们常常讲无明烦恼嘛，有无明就会有烦恼。其实除了圣人，所有的凡夫都会有烦恼，只是烦恼多跟少的差别而已啦。那佛教呢，常常把这个莲花比喻成了出泥而不染的佛法的象征啊。那这个本身就说明了说，化烦恼为菩提的重要性啊。也就是说，没有烦恼就没有菩提了。那没有菩提，我们就不会觉悟；没有觉悟，烦恼还是会层出不穷啊。然而，我们如果把它逆向思考啊，去体认烦恼也没有什么不好哦，因为烦恼就好像是水中的污泥啊，那没有污泥就开不出莲花啦。同理，没有烦恼就开不出智慧的花朵啊，那这个智慧的花朵就是菩提啦。所以才说烦恼是成佛的种子啊，甚至烦恼也是修行的道场哦。所以唯有经过烦恼的磨练，我们才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啊，才能绽放出清净的花朵。所以离开污泥就没有莲花，离开烦恼就不能成佛。维摩诘经里面有讲这个经文有点深了哈。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至宝。意思是说，不进入烦恼的大海，就得不到智慧的法宝。可见这个烦恼跟菩提呢，跟智慧呢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把佛智比作高山的顶峰啊，那烦恼就是什么？登上这个高峰的梯子，无梯则登不上高峰嘛。所以每一个烦恼，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呢，就好像是一层一层登峰的阶梯呀。那每当我们克服一个烦恼，就是在这一条登顶的阶梯上呢，更往上踏一步了啦。对凡夫来讲呢，我们会认为克服一个烦恼就是少一个烦恼啦，相信大家都会这样子想嘛。但是呢，对觉者跟智者来讲啊，他们是认为每克服一个烦恼，不是少一个烦恼，而是在修行的路上呢，更多出了一道新地风光啊。所以这样的思维跟我们凡夫不太一样啊。
那他们就是把一堆一堆的烦恼当作助道，当作助力呀。那承载着这些烦恼而青云直上最后呢攀上了大觉者之位因此呢，在迈向成佛的路上不能避开烦恼，其实也不必逃避，因为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也不一定最难受这个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的烦恼是成佛之因是如来之种那维摩诘经呢里面呢，这个维摩诘居士就问文殊师利菩萨何等为如来之种那文殊师利菩萨就回答了：有身为种无明有爱为种贪嗔痴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以要言之，62见及一切烦恼皆为佛种我们扼要解释了里面讲到那个四颠倒就是指凡夫的4种颠倒妄见也就是把世间的那种无常、苦、无我、不净，把它执着为什么常乐我净这个4个字我们都有学过了常乐我净。那五盖呢？五盖的这个盖就是覆盖障碍的意思了那五盖是指什么？凡夫的5种习性也就是贪嗔昏沉调举疑这个调举就是心不定的意思了那这5种习性呢，会覆盖我们清净的本性，障碍我们的修行所以才叫做五盖嘛。好，那最后一个62见是泛指一切不合乎佛法真理的谬论跟错解。那文殊师利菩萨前面虽然这样子讲但最后他却说62见及一切烦恼皆为佛种烦恼虽然让我们感觉山穷水尽疑无路但是这一句一切烦恼皆为佛种令人感觉柳暗花明好多村不是有一村，而是好多村那这个也印证一个道理，叫做心念若正，则外道经典都是正法；心念不正，则学佛多年还是外道。实在是太有道理了由此可见烦恼在佛道上它的地位竟如此之高而众生也因为有烦恼才可以修行成佛草木不可以因为草木没有感觉没有思想，没有觉性所以他们没有烦恼草木没有烦恼而人有烦恼因为有烦恼，所以人才能成佛嘛。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把每一个烦恼都好好的去利用沿着这一条条烦恼荆棘的道路走下去，那我们就可以登上大觉佛位这就是所谓的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道理同样的呢，不进入到烦恼的熔炉中去锻炼如何能造就一位真人出来呢？烦恼其实并不是很可怕虽然烦恼吓倒了很多门外汉但却也成就了无数的圣贤在生死的迷途中烦恼就像我们生命中的一位大善知识他硬把我们逼上心智成长的康庄大道虽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感到很无奈很沮丧可是最后却成就了我们这个就好像什么，你知道吗？好像小孩子怕吃苦药嘛但是不吃药病又不会好那妈妈很无奈，只好怎么样？把小孩子抱紧在怀里被捏住，把孩子的鼻子捏住那孩子因为鼻子捏住不能呼吸的嘛，他只好张开嘴巴呼吸嘛，对。那嘴巴一张开的时候，妈妈就把这个苦药把它灌进这个孩子的嘴巴里面去让他吞下去相信很多为人母都有这种经验那人生慧命的成长也是这个道理现实生活中呢，烦恼就像我们的好道友虽然有时候他很令人讨厌就像妈妈要把药灌进我们嘴巴里面我们也很讨厌但是不这样让我们短暂的痛苦一下，病就不会好烦恼也是一样
我们只有跟他同行，手拉手，才有办法顺利一起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化程呐，每一个车站的意思啦，而最后呢，走到了佛城，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啊。那唯有这样子的辛苦一阵子啊，才会快乐一辈子啦啊。那人生的好道有8个，也就是人生的8大苦恼啊：生老病死、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虽然说这是每个人生命必经的过程啊，但是我们还是会被这些苦恼困扰着啊。因为没有人会喜欢老化啊、生病或死亡嘛，所以才说烦恼不尽誓愿断啊，就是这些烦恼没完没了啊。所以如何来化解这些苦恼呢？就成为我们一生中必须去关注的事情，也是必须去学的一个大学问呐。例如我们必须跟自己讨厌的人相处那我们也会讨厌无法改变的工作环境或者生活环境也会遇到一些逃避不了的事情等等。而更令人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往往这些讨厌的人跟事跟物呢，却躲也躲不掉你不理他，他理你甚至还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那这些讨厌的事情不断的累积时间不断的拖长最后本来是苦恼而已结果变成烦恼苦恼跟烦恼不太一样等一下我们再解释。而与这种烦恼相反的是什么呢？我们喜欢的人经常的离我们而去，无法久留那我们的亲人或我们喜欢的人呢，总是无法长久留在我们的身边。还有我们喜欢的东西，想买却买不起，很羡慕别人有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我们却无法如愿，等等，这些都是无法尽如人意的烦恼那想要解决这些烦恼，并不是让得不到的东西短暂的得到这样就能够解决的，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不彻底除去这些烦恼的根源的话呢，其他的烦恼还是会不停的冒出来叫做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样解释大家就听清楚了这样变成得不到的东西，只是换个对象而已烦恼依旧没有解决这个就是说，这个烦恼解决了，可是另外一个烦恼又产生了，交替不已那这种不同的烦恼呢，轮番上阵这样周而复始，没完没了。那我们就好像被敌人围困一样穷于应付而苦不堪言不过呢，所谓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要从重点源头去根本解决。好，问题来了，那烦恼的根源是什么？依照佛法的教法就是爱欲跟我执两个啦。烦恼是因为我们喜欢或讨厌某些东西而产生的，那这些喜欢跟讨厌的感觉呢，越强烈的话，我们的烦恼就越重。而这个喜欢跟讨厌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爱欲而爱欲又是为了谁为了满足自我而产生的所以两个是难兄难弟一个出现，另一个一定是随时在旁所以一切烦恼的根源，追根究底就是两个：爱欲跟我执。道理在此好，那想要减轻烦恼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减少自己的喜欢跟讨厌嘛。有喜欢，就会希望能得到或拥有嘛。那有讨厌呢，就会希望能够避开它、远离它当希望无法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失望跟绝望嘛。那这个时候烦恼就跟着产生了即使这些希望我们实现了，我们也只是获得短暂的满足跟快乐而已因为我们会想得到更多更好无止境那这样烦恼还是一样会升起来所以有也烦恼，没有也烦恼啦。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能减少
因喜欢跟讨厌而产生的欲望，这样就能减少我们的烦恼。因为欲望减少，就很容易满足，烦恼就自动减轻啦。然而，减少欲望只是能减轻烦恼而已哦。要达到完全没有烦恼啊，这个就要达到完全没有欲望，那这个就很不容易的，因为人不可能没有欲望啊。记得前几集我们有解释过“无欲则刚”这句成语啊。无欲则刚不是说人没有欲望就会很刚强啊，这样讲人家听不懂，听不啊。无欲则刚的正确解释是，既然欲望是不能避免的，因为人人都会有，那我们只能通过修身养性的这个方式呢，让自己不执着于欲望，也不受到欲望的牵引跟摆布，不但不屈服于欲望，还能从欲望中呢解脱出来啊，这样才能解脱烦恼。这个才是无欲则刚的正确解释的就好像呢，要达到无我也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可以从小我跟缩小自己去做起嘛，这个还比较简单一点道理是一样因此我们要从少欲知足去努力，慢慢功夫进步了自然就能逐渐的断除了爱欲跟我执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一步登天的啦而是要一步一步来那一般人是把烦恼跟解脱当作互相对立的，那把烦恼跟解脱当作两回事因为一般人是把烦恼当作黑暗，把解脱当作光明然而维摩诘经的弟子品里面有讲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这句话就是烦恼即菩提的意思啦，也就是烦恼跟菩提不是站在对立面而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不必去断烦恼，而是让烦恼直接变成菩提就变成了菩提了，那当然就是烦恼解脱了嘛。能够练到这样就是入不二法门才是真正的悟道者啦。那佛法的精深绝妙之处就在于入不二法门。我们读书会曾经连续讲了2集的不二法门分上下集嘛，这个里面充满了人生的哲理跟生活的智慧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再回去去浏览这2集啦温故知新一下啦。入不二法门这个法门呢，这个2个字呢，是指修行者必须经过的途径不二法门就是达到绝对真理的唯一方法跟途径，也就是虽然有相对性的2面，但道理跟途径只有一个，这样的法门是唯一的，所以才说不二我们一般人认为所有事物都是处在对立的关系嘛，其实这样子的观点也不能说有错了就好像说没有人会喜欢烦恼然而不是你不喜欢它就不见了，烦恼会不请自来这个时候的思维我们必须有所转化了嘛，你不理它，它理你要怎么办呢？对不对？甩又甩不开那我们就开始要去练转化的能力嘛。怎么转？把不喜欢转成欢喜接受，你转不过来，你就是垂头丧气，甚至痛不欲生的，不是吗？好，那念头要怎么转化呢？佛法告诉我们，有烦恼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因为烦恼就是成佛的种子嘛，不是吗？意思是说，缺少了烦恼还成不了佛，也因此才说，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不能成立。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常无我之上，佛法就没有什么好修的啦。所以人生有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看起来这2个其实是不二。以前我们讲过嘛，福祸不二顺逆不二动静不二进退不二甚至生死也是不二嘛。有生就有死无生就无死有死就有生叫做往生无死就无生
所以生跟死也不是分开的，两个是连贯的。心经里面有讲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不二的道理了。这个就是不二的道理。那这些道理都了解了，我们就不难去理解为什么佛家说烦恼即菩提啊，跟烦恼是成佛的种子啊，这个道理不难理解这样的道理啦。其实对错的道理也是一样啊，在人群中彼此起冲突或起误会，经常是因为对错的认知问题而引起的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或者是说起话来很有道理，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也难进别人心里。其实合理不合理，标准在哪里？因为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不同而已啊。所以对错也是不二啊。哦，看什么角度去看呢？那学佛就是要用超然的角度跟立场去看事情，才不会陷入我执跟我见，也才不会有分别心呢。所以当我们的心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时，我们才能够以崭新的看法去关照所有的事物。当我们的心空掉了所有的成见，我们才能够从客观跟宏观的角度呢去看各种人事物，这样我们判断事情才会接近真理啊。那每个人这个对错呢各执一词啊，其实都对也都错，非对非错，对错不二啊，是一体两面啊，跟刚刚讲的那个不二法门就这意思嘛啊。对两件事情之间有不同考量的话呢，佛法上叫做分别嘛。那分别就是什么差别啊，也就是一分为二的思考模式啊。那区别跟分别有什么不同啊？其实基本上这两个是同义词的，意义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要细分的话呢，还是有差别，有微妙的差别。区别是强调两件事情之间的差异，那这个是事物性的性质。分别呢，是对事物之间存有心念上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对不同事物之间呢存有个人心念上的定知跟定见，而产生意识形态，这个叫做分别了。所以学佛的人都讲分别心嘛，没有人讲区别心嘛，因为人生里面还是很多事情我们要去做区别的，但是不能分别啊，微妙差在这里。因为分别是心念上的作祟，区别只是事物上的差异，道理在此啦。那担心跟烦恼也是一样哦，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不同哦，其实两个之间也是有微妙的差异哦。担心是烦恼的前兆啦，烦恼是担心的结果啦。那担心是比较短暂哦，烦恼就比较长久哦。担心是事过境迁就没有了，担心就没有了。烦恼是生生世世断不了，所以经文才说烦恼不尽誓愿断嘛，没有说担心不尽誓愿断，没有讲这句话，因为担心是短暂的这个好解决烦恼是长久的这个比较难处理举例来说呢，大家更清楚了。父母担心孩子放学过后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家？后来孩子回到家了，那父母就不担心了嘛，这个是担心或要考试啦自己觉得好像准备不够，哎呀，我担心明天会考得不好这种短暂的操心叫做担心，明天考完试就没事了好的好不好已经成为事实了，对不对？就过了嘛。但是如果这种短暂的担心累积多了，累积久了，那这个时候呢，担心会恶化成为烦恼。如果一个人的人生都陷入这样子的反复不已的这个境地里面呢，担心这个，操心那个这时候原本是短暂的变成常态性的，这个就叫做烦恼。那其实正言上呢也常常提起他用台语讲了烦恼跟烦恼不同款烦恼是担心是时间短的，烦恼呢是长期的啦这个意思啦
其实呢，烦恼的前兆也不只是担心而已哦，它的前兆有很多种，就好像感冒一样嘛，对不对？感冒的前兆也是很多不同的症状跑出来了，就知道这个要感冒了嘛。对，烦恼示现之前呢，也会有初期的征兆，像什么是非啊、困难啊、挫折啊、逆境啊、障碍、抱怨、困扰、忧虑、嫉妒、迷惑，甚至伤害等等。而五毒的贪嗔痴慢疑，更是众生烦恼的主因之一啊。这些苦因如果没有事先把它对治好，把它处理好啊，或苦源无法预先把它找出来，再用智慧去把它化解掉，一旦长期累积或情况恶化，就会形成烦恼，这个时候就比较难处理的啦。那凡夫害怕烦恼，也经常被烦恼围困。那圣者呢，却把烦恼当作道业增长的逆增上缘呐，所以才说烦恼是修行的资粮啊。那其实呢，适当的忧虑是没有什么不好哦，它可以让一个人呢进取，因为很担心说我要努力，这个是进取心嘛。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所以有些事情还是要提前去思虑，甚至是忧虑也好，没有这个也是要有适当的忧虑，但是过度的忧虑就不好了，它会使一个人变成消极、颓丧，会恶化成为烦恼。所以不只是要入不二法门啊，还要走中庸之道啊。学佛是这样子的啊。同理，如何运用烦恼，不但不被烦恼围困，反过来还要妙用它啊，叫做借力使力啊。这个就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尽量不要让担心恶化成为烦恼。万一烦恼即使来了，我们就好像中了第一支烦恼之箭呐，之后呢，不要再中第二支箭了。我们要注意，不要再中第二支箭啊！虽然中第一支箭会很苦，但还是要赶紧利用佛法的智慧去找出苦源。为什么我会中这支箭？找出它的苦源，加以对治啊！这样不但能够拔掉第一支箭呐，而且不会再中第二支箭或第三支箭啊！对一般人来讲，烦恼的对立面就是快乐嘛，没烦恼就是快乐的呀。然而快乐跟担心一样，也是短暂的。很多人常常因为要快乐一下子结果造成痛苦一辈子。这个人生里面很多这种例子啊。所以学佛的人不讲快乐，而是讲喜悦快乐是短暂的因为乐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叫做快乐那喜悦就不同喜悦是发自内心的要心地清净才会有喜悦，心不清净就不会有喜悦。也因此才说，喜悦跟清净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出现，另一个就会跟着出现其实人之所以会不喜悦，有时候啦我们不管是做志工也好了，在人群中也好了，有时候会感到不开心、不喜悦。其实这个不是跟那一个人或那一件事情有关而是跟自己的心地不清净有关不是别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心清净，做什么事都很喜悦。那心不清净呢？你不做事情也是烦恼一堆的叫做庸人自扰啦，自惹尘埃，烦恼自找。那透过感官上的这个接触去获得快乐这个是人类最原始的方法。大部分的人也都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然而我们无法长期保有这些已经追求到的娱乐因为这些快乐总是一再的溜走，短暂的，不是吗？因此想要借由感官的接触去获得永远的快乐，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感官有可能接受到乐受，也有可能接触到苦受嘛。接触到乐受我们会感觉很快乐但接触到苦受我们感觉很痛苦就好像我们如果听到不好听的啦，闲言闲语啦，胡言乱语啦，听得不好听的，或看到不好看的，看到别人不好的脸色或吃到不好吃的我们就不会快乐了那这种也是一种求不得啦，这种经验大家都有
所以透过感官的接触，想要获得永远的喜悦，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短暂的快乐还有可能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却不停地尝试哦，也因为求不得或患得患失呢，而深陷在烦恼不尽的深渊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啊。其实感官上的娱乐，如果是高雅或无害的，基本上不能说是有错哦。但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它当作我们一生中努力奋斗的目标跟方向，佛陀认为这就是危机所在啦。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们也不能很武断的说五欲之乐都不好啦，或透过感官接触的快乐都不好。我们不能这样子把话说这么死啊！这样说有些人会有压力，也无法接受了因为没有人会想要去过那种贫穷国家那种苦的日子啊，没有人会这样子啊，对不对？那个就是感官上苦受的日子嘛，没有人要过那种生活啊。对，总而言之，烦恼跟快乐不是绝对对立的，他们可以在生活中呢交替出现。而且可以互相影响啊！通过正向的心态呢，借着正信的佛法，我们可以更有效的处理烦恼，让原本很讨厌的烦恼变成很欢喜的菩提啊！将更多的喜悦跟知足带入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烦恼是成佛的种子，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啊！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